你真让我觉得脏。小紫，我没有，你信我。信你？这白帕子就是证据，我拿什么信你？说，那个奸夫是谁？既然你守不住贞洁，那就让府里的规矩教教你。管家，将他给我扔出去！少夫人，少爷传话，少爷刚瞧上了一位春风楼的花魁，说要抬进门给您冲冲喜，请您把这主院腾出来。冲喜！小紫，你好狠的心！若有来世，我许峥不会再多看你一眼。您上次提的沈家那门亲，孩儿愿意。你当真愿意？贞儿，前几日你还为了那个萧慈不惜跳河自尽要挟我，你现在说你愿意嫁给沈林那个病秧子？萧家如今贵为皇商，进贡檀木无数，多少人挤破头想攀上去。你一个商贾庶女，若非萧慈那孩子护着你，你以为你能有这福气？萧慈哥哥志向高远，孩儿一个庶女，配不上萧家的门第。贞儿，你为何突然变卦？孩儿只是不想爹爹再为我操劳。萧家门第高，嫡妹许舒瑶才是天作之合，孩儿甘愿退让。你能想明白便好。萧慈如今身份不同往日，你一个庶女，整日跟在他身后胡闹，成何体统？是，以前是孩儿不懂事，惹爹爹烦忧了。你也别怪爹偏心，舒瑶是嫡出，她若能嫁入萧家，对我们许家的生意大有裨益。至于你，沈家虽说那沈林身体弱了点，但好歹是书香门第，你过去就是正妻。在爹爹眼里，许舒瑶是用来攀附权贵的珍宝，而我只是一个不该挡了嫡妹路，随时可以打发的物件。怪哉，本以为退婚得费一番口舌，甚至做好了被萧家发难的准备，没成想萧慈那孩子连面都没露，萧家直接就把这些东西退回来了。萧家说什么了？萧家带话的人说，从前儿时的情谊只是场儿戏。贞儿，萧家发迹了，果然这架子也大得吓人。不是单纯的退还，而是发泄般的剪碎。除了恨透了我，别无解释。萧慈，原来你也重生了。曾经永远站在我身边的人，如今成了最想置我于死地的敌人。小姐，您这是干什么？这些可都是萧公子送的，您平时不是连灰尘都舍不得让他们沾上吗？孽障！你竟敢说出非萧慈不嫁这种狂言，看我不打死你！住手！我萧慈今日在此立誓，此生只娶许峥一人，永不负他。若你再动他一根汗毛，休怪我萧家与你断交。那时的我靠在他怀里，以为自己抓住了救命稻草，却不知这竟是通往深渊的枷锁。许峥，为了嫁给我，你甚至不惜挨鞭子，我还真以为你对我情深似海。可你的贞洁呢？萧慈，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对你这般好，你却不为我守身。你是不是在嫁给我之前就已经跟人厮混在一起了？小紫，你疯了，根本没有那个人。说出来，只要你说出来，我就给你个痛快。说，许之，你好狠的心，那是我的亲骨肉，你竟为了泄私恨，生生害了他。没有，是他自己摔下去的。小紫，你为何从不肯查证？查证？全府上下都看见你推了他，你这般心思歹毒、肮脏不堪的人，就该去死。没用了。小姐，断了的木头留着也只会生虫，烧了才干净。萧慈，你烧了我的情，我烧了你的命，这一次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如今许家的布料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大笔的周转资金都断了。贞儿，爹爹也是实在没了法子，才应下了沈家的婚约。爹爹请讲。沈林虽是个秀才，也是书香门第，家中开着私塾，虽不富贵，但好歹能让你吃喝不愁。只是他是个常年吃药的病秧子。从前那些门当户对的姑娘都怕过门就守寡，死活不愿。孩儿明白，只要能解爹爹燃眉之急，孩儿甘愿。爹爹，姐姐，南海珍珠碧钏，前世萧慈求了3个月才得来的定情信物，如今竟戴在了他的手上。阿姐，你盯着这珠子瞧什么？这珠子成色极好，配妹妹正合适。那是自然，萧哥哥刚托人送来的，说是要在上门提亲前先给我压压惊。阿姐，萧哥哥现在上门提亲要娶我，你该不会躲在房里偷偷生气吧？贞儿，
舒瑶能嫁入皇商萧家，对我们全家都是福气。你向来大度，一定不会在意这些的，对吧，阿正？那是自然。既然这事儿你没意见，沈家的婚事就这么定了。舒瑶那边，萧家明日就送正式的聘书过来。萧公子前脚刚退了孩儿的婚，后脚就要娶妹妹，萧家这门风，当真是雷厉风行。小紫那孩子向来是个有主意的，舒瑶嫁过去是正气，你嫁到沈家也是正气，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阿姐，你可别怪萧哥哥心狠，谁让你前几日闹得那么僵？萧哥哥说他最看不惯有人威胁他。妹妹有福气，我替妹妹高兴还来不及。跑什么？是被萧哥哥伤透了心，不敢看我这珍珠臂串了？庶女终究是庶女，我还以为萧哥哥真对你情深意重，为了你不惜和家里闹翻。看来那些海誓山言也不过如此，可见他也没多喜欢你。阿姐，日后我风光成亲，嫁进那富可敌国的萧家，你躲在破书生屋里哭鼻子的时候，可千万别指望我拉你一把。上一世，萧慈为了气我，甚至动过纳许舒瑶为妾的心思。这一世，他倒是先下手为强了。许峥，你就抱着那个病秧子画像守寡一辈子吧。许小姐，沈某身体抱恙，有失远迎。沈公子客气了。沈公子特意叮嘱了，所有的菜色一律不准放香葱。许小姐，您瞧着可还合胃口？公子知道我不喜食葱，略有耳闻。我的病还未根治，许小姐今日既然见了我，大可以回去再三思。日后若是过了门，怕是要委屈你。我不委屈。许小姐可知，若是嫁给我，或许要终年与药罐为妻，甚至……不就是熬药照顾吗？我娘死之前缠绵病榻数载，那些煎药揉腿的活计我做惯了。上一世我只在放榜名单上听过沈林的名字，那是未来的当朝新贵。比起萧慈给的凌虐，这点照顾又算得了什么？黄芪3钱，当归5钱，这里面可是加了防风和食除。许小姐懂医理，略知一二。公子的药方应该是用来补气固表的，只是这当归的分量略重，可是为了调理脾胃虚寒。许小姐，果真与传闻中大不相同。多谢沈公子。许小姐小心。许峥，你口口声声说对我情深似海，结果我才刚退婚，你就迫不及待找好了下家。小子，你还说自己没有奸夫，你嘴里放干净点儿。这位公子何故语出伤人？我与许小姐乃是奉两家父母之命，今日方才第一次相见，我们清清白白，绝非你口中那般龌龊。第一次见你就让他碰你的手，许峥，你果然根本就没那么爱我。亏我之前处处想着你，有什么好的都想留给你，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萧公子，别忘了，你退婚的更切已经送回来了。既然你都要娶我嫡妹许舒瑶了，日后你便是我妹夫，还请妹夫慎言，别说这些让人误会的话，省得脏了许沈两家的名声。阿正，这位公子是？不过是以前府里邻里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玩伴？我与许峥从小私定终身，谁知道这女人不安分，还在外面招惹是非。这位公子，你千万不要被许峥这副清纯的外表给骗了。你恐怕还不知道，你现在的未婚妻早就与我有过婚约，私下更是品行不端。你不过是捡了我不要的，还别替别人担着名声罢了。萧哥哥，您等久了吧？舒瑶这就陪您去如意阁瞧瞧。沈公子，方才那些污言秽语，你千万不要信他。我自然不信他。关于你与萧家那些陈年旧事，家父在定亲前早就知会过我了。似这等当众辱人清白的狂傲无礼之人，确实不配做你的夫君。阿正，莫要为了这种人坏了心情。瞧瞧，这嫡出和庶出的差别，简直是天壤之别啊！萧家如今发迹成了皇商，这20车聘礼，怕是能买下半条街。许二小姐当真是好命，知道我为何给你妹妹准备20车聘礼吗？那是上辈子给你聘礼的双倍，因为她值这个价。至于你，名声尽毁，
只配嫁给那个体弱多病的书生。也不知那姓沈的洞房花烛夜知晓你的过往后，会不会后悔今日娶你？萧慈，你以为你在讥讽我不洁，不值得你费心？如果我没记错，你视若珍宝、挥金如土娶回去的贞洁娇妻，早在几年前就跟了一个穷书生。萧慈，既然你这么喜欢他，那我就祝你新婚夜惊喜连连。徐姑娘，沈家礼包今日委屈你了，待我日后取得功名，定给你更好的。我不求那些。这种繁琐且被城里人视作穷讲究的旧戏，沈凌这种读书人竟然信吗？阿正，上来，我背你上轿。瞧瞧这沈郎，虽说身子弱，但这呵护劲儿真是没得错，脚不沾地，这是怕行鸟子受半点委屈呢。果然是穷酸书生，只会在这些没用的陋习上花心思。萧哥哥，你看他那寒酸样。萧哥哥，人家脚也酸了，你也背我出嫁好不好？你都说是陋习，何必模仿？你自己没长脚吗？萧哥哥，你……宾客那边有家父告料，我身子底子薄，不宜饮酒，便早些回来陪你。我以为你身体不适，今夜会早些歇息。娘子在紧张？没有。沈家一向是女子管家，我母亲在时，家中琐事皆由她做主。日后这沈府，你可立七纲，凡事我皆听你的。这些东西压了一天，重得很，我帮你卸了。我也是头一次，没什么经验，若有不周，娘子多担待。这种小心翼翼，跟前世萧慈那个疯子完全不同。萧慈只会像野兽一样撕扯，恨不得将我的皮肉都扯碎。他从不管我会不会痛，只会问我脏不脏。哈哈哈哈！贤婿真是费心了，这紫砂壶可是有价无市的宝贝，也就你们萧家能有这大手笔。沈凌的茶叶也搁那儿吧。沈兄，昨夜过得可还好？他这是在暗示我没有落活的事。沈某还要多谢萧公子关心。阿正昨夜哭了很久，可他到底是个娇软性子，很好哄。不仅爱哭，阿正私下里其实还惯会欺负人的。沈莲，你胡说什么呢？这种话怎好在外人面前说？把你如何了？他是怎么欺负你的？他从前在我面前明明从未这么……怎的？萧公子似乎格外关心我和阿正的房崔密室。不过是随便问问。上辈子新婚夜明明没有闹哄，为什么这辈子沈离这个病秧子非但没有动怒，反而一副如获至宝的姿样？难道是我记错了，还是沈离当真毫不在意？妹妹怎么一直不说话？这脸色瞧着有些虚，莫不是昨夜没休息好？他确实没休息好。早晨我叫了他许久，他才勉强肯起床，倒是比从前在家时更贪睡了。谁问你了？这种事也要拿出来显摆。相公，尝尝这个，在家里时我最喜欢玲珑糕了。味道确实不错，等回了府，我就让厨子去学着做。你若喜欢，日后咱们天天吃。除了这个，阿娇还喜欢吃什么？尽管告诉我。上一世，大娘子为了扶持许书瑶，不知暗地里给我下了多少绊子。今日这副神情，必定有诈。娘，昨夜新婚，那位待我半分也没有从前热情。男人新婚夜本就劳累，这也值得你哭哭啼啼。不止，他盯着落红铺子看了许久，那表情古怪的吓人。他要是发现我找巫女做了手脚，定然不会放过我的。闭嘴！没出息的东西！既然帕子上都有落红了，死无对证，他还能怀疑什么？萧慈即便重生，也未必能看穿那西域巫女的法。比起在这哭哭啼啼、自乱阵脚，倒不如趁着他对你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好好动动脑子，想想怎么才能把他的心死死拴住。娘，若是萧哥哥起了疑心，我光躲着不是办法，要怎么才能拴住他的心啊？哭有什么用？这是我早年重金求来的法子，我保证你学会了，定能牢牢抓住他，尽快怀上身孕，有儿子傍身，萧家主母之位准是你的。
萧慈当初那样辱我，沈凌即便嘴上说不信，心里当真一点介意都没有吗？娘子，你有话可直说，不必如此纠结。今日怎起你也看到了，喜帕是干净的，为何你从未问过我落活的事？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原来你整日魂不守舍，是在想这些。你当真不介意？那可是女子的贞洁名声，这世间的男子谁不以此定终生？我曾听母亲亲口说过，这女子初夜并非人人都会有内幕后，或是天生差异，或是幼时劳作磕碰，皆有可能。我无意中记下了这些，便知这绝非断定一个女子德行的标准。阿正，你无需为此挂怀。上一世，萧慈每天像疯子一样骂我脏，我信了，我真的信了。原来这只是一件寻常小事。原来我从来都不是有问题的姑娘。阿正，你抬头看着我，我信你，一个人的德行在心在骨，绝不在那一块冷冰冰的帕子上。萧慈用那一抹红毁了我一生，逼我自轻自贱。可沈凌，他却用一双手把我从泥潭里拉了出来。若是婆婆沈夫人在世，定舍不得见她如此受苦。既然我嫁了过来，便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被病痛折磨。丁香豆蔻杀人，辅以陈皮熬制。相公，这是我照着婆婆的法子，用了沙姜和肉桂特殊处理过的，不油不腻。你信我，尝一口。阿正，我这脾胃怕是受不得荤腥，万一再吐，竟真的没事了。沈林这病缠绵多年，我也寻遍名医无果，没成想阿强你进门才多久，竟将他照顾得如此之好。沈家娶了阿强，当真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夫人妙手仁心，往后这府中大小事务全凭夫人吩咐。药包带好了，考试时若是觉得不适，一定要立刻向巡客官申请吃药。放心吧，阿正，这些日子多亏你调理，我心里有数。哟，这不是沈公子吗？怎么这副身子骨也敢来趟乡试的浑水？沈公子可千万得保重，别考到一半就病倒在考场里。萧兄可是得名师真传，注定的解元之才。沈公子这病体，确实该多自保才是。看到没？那2位可都是许家的女婿，一个是风头正盛的皇上少爷，一个是卧病在床的穷书生。听说当初许家大小姐为了嫁给萧少爷，连命都不要，结果最后嫁了这位病秧子。这一对比，真是同人不同命啊！阿正，等我。顺天府乡试第1名解元沈林。这不可能！那个病秧子怎么可能压在我头上？解元，他沈林凭什么？全是一群没长眼的考官！这几日，哪怕一个字提错了，萧慈恐怕都会撕了我。沈解元不仅才学过人，这相貌更是出众。本夫人有个侄女，如今年方28，正待字闺中。夫人恐怕还不知道，沈公子阿姐可是咱们京中出了名的长情，她早就成亲了。正是我的阿姐，只是家中的庶女，那是出了名的。若非如此，又怎能被沈解元一眼相中？夫人，您是不知道，我那阿姐在家时便博览群书，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沈解元定是看中了阿征那旷世才华，才舍不得放手的。当众抬轿子，若是今日我露了怯，丢的不仅是许家的脸，更是沈林这个新科解元的脸。丞相夫人，您瞧，说曹操，曹操到，正好我阿姐来了。啧啧，原以为沈解元已是人中龙凤，没成想沈夫人竟有这般沉鱼落雁之姿。沈兄当真是好福气啊！既然沈夫人的亲妹妹都如此推崇，说沈夫人才华了得，今日难得群贤毕至，沈夫人不如就当众露上一手，也让大伙儿开开眼界。多谢丞相赏识，民妇才疏学浅，今日斗胆献丑，如有注错，
还望诸位大人海。不愧是丞相府的东西，这琴竟是极其罕见的千年青铜木所制，音色松道明亮，是真正的绝品。好一曲江南醉，弹的当真是不错。原本以为沈解元已是精才奕奕，没成想解元夫人更是深藏无漏。沈解元，你这娘子果然了得，难怪你这一双慧眼谁也瞧不上，偏偏瞧中了她。我竟不知娘子弹琴这般好。相公已是这京城的解元公，我若没点真本事，岂不是要坠了相公的名头？前世我不得不藏起所有锋芒，但今生你是我的依仗，我便是你的脸面。师兄，夫人一曲惊人，真乃天作之合啊！坐下，你还嫌不够丢人吗？萧哥哥，他分明是故意显摆。刚才你故意挑事，想看他出丑，你以为上位那位丞相夫人看不出来吗？你再闹下去，连我也保不住你。相公，你怎么才寻过来？酒喝多了，头晕的厉害。这味道是萧慈最爱的桂花香。怎么，上辈子叫我相公还没叫够，这一世对着那个病秧子不是叫的顺口？放开！上辈子是我眼拙，被猪油蒙了心才会看上你。这辈子我既然醒，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眼拙？当初你跪在地上求我别纳妾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小子，你疯了！这里是丞相府，你我男女有别，你现在这般拉扯，是想毁了萧家和许家的声誉吗？还是你觉得你如今皇商的名头能硬过相府的规矩？我只问你一句话，为什么？为什么你从未给我弹过琴？我与你自幼相识，护了你10几年，我都不知道你琴弹得这么好，你却为了那个病秧子，在所有人面前出风头。萧公子，这话问得当真有趣。上辈子我嫁给你，在这萧府的深宅大院里，你可曾给过我半分机会弹琴？那时的你像失了心智一般，满脑子只想着怎么折磨我，怎么羞辱我。你一心认定我对他不忠，认定我脏。新婚初期我没被你第2天就退回许家，受那万人唾骂已是万幸。在这种日子里，萧公子，你竟然还有脸跟我谈什么琴瑟和鸣？你还有脸提上辈子？那样惊艳的琴技，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说，这琴是你那奸夫教的吗？除了他，谁能让你这般费心苦练？虽然我不知道洞房花烛夜你用了什么下说法子把姓沈的那个病秧子糊弄过去了，但我告诉你，许峥，我迟早会亲手抓到你那个奸夫。到时候我倒要看看你那个如获至宝的夫君，在知道真相后，还会不会像今晚这般宝贝你。萧慈，我原本以为你只是心狠，没想到你竟是如此可怜。你说什么？你自幼与我相识，应当了解我的性子。我许正愿献身之人，必定是我所爱之人，绝无苟且。若这世间真有那么一个让我不顾名节也要在一起的奸夫，既然重来一世，我为何不干脆求了爹爹嫁给他，反而要费尽心思嫁给沈林？萧慈，你一直抓着这件事不放，真的是在找那个并不存在的奸夫吗？萧慈，你听清楚了，我许峥这辈子、上辈子都从未有过什么奸夫。你至今还抓着这件事不放，甚至不惜在众人面前辱我清白，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寻仇？不，你只是不敢承认。不承认什么？你是不敢承认上辈子你错了，你不敢承认你亲手折磨死了一个对你一心一意的妻子。你必须相信有这样一个人存在，你必须给我扣上一顶不洁的帽子，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心安理得的嫌恶我。只有借着这个由头，你才能在外流浪放饭，才能把那3个美妾一个个抬进家门立规矩。你说那些妾室比我干净，其实是你需要他们比我干净，来衬托我的罪无可赦，好以此掩盖你薄情寡义的本性，对吧？这只是我前世临死前的猜想，没成想竟真的一语中的。上一世他也曾犹疑过吧，可为了他那可笑的自尊和新鲜感，他宁愿拉着我一起沉沦地狱，也要保住他那受害者的虚伪面具。萧慈，我知道你以前确实是爱过我的，可你这种人的爱
太浅也太短。在娶到我的那一瞬间，你心里的那点爱就已经消散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也被那一块白帕子消磨得一干二净。不是这样的，不，这只是可以让你正大光明暴露出你那纨绔本性的理由。这世间没有落红的女子何其多，只要你肯低下你那高贵的头颅去打听打听，自然能听到风声。可你萧大少爷是何等煎熬，承认自己错了，对你来说比杀了你还难。萧慈，你这种人根本不配谈爱，你爱的自始至终只有你自己。阿奇，阿成，阿正，你知不知道今晚他们看你的眼神，我有多难受？怎么难受了？他们都羡慕我娶了你，可我一点也不想让旁人瞧见你的好。你是我一个人的，谁也别想抢走。真是个罪过。那是许书瑶，若是萧慈与他起了争执，不该躲在这暗巷里。难道许书瑶身上还藏着别的暗撒事？许书瑶，若你当真不安分，那这出好戏可就越来越精彩了。听话，把这醒酒汤喝了，免得明早起来头疼。我不喝。沈大人，方才在席间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这会儿倒耍起小孩子脾气了。阿正，抱我。别胡闹，药碗还在这儿呢，一会儿洒了，我得叫丫鬟去打热水。方才你在湖边是不是见了他？不准不说话，说他跟你说了什么？他是不是来找你求和的？是不是看你如今弹琴惊艳，又想起你的好了？这不准答应你。你听好了，我没答应他任何事。我与萧慈早已恩断义绝，毫无半分情谊可言。既然我许峥已经嫁给了你，我自会守好为人妻的本分。嫁我是父母之命，可除了这守本分的责任，阿正对我，当真就没有别的半点情愫吗？罢了，是我失礼了，娘子，我喝多了。有的。他说有的。沈林，你先去洗澡清醒一下。沈林，早些回来。自那日宴会后，沈林在官场崭露头角，与丞相走动也愈发频繁。如今有举人夫人相约，这京城的社交圈，我也该替沈林守好了。早些回来。自那日宴会后，沈林在官场崭露头角，与丞相走动也愈发频繁。如今有举人夫人相约，这京城的社交圈，我也该替沈林守好了。那就是你那位嫁给沈解元的阿姐，瞧着穿的可真够素净的。阿姐向来节俭，习惯了。阿姐，哎呀，阿姐怎的突然喜欢上这碧色了？阿姐若是喜欢碧色的衣服，只需跟我说一声，妹妹送你几匹好料子便是，何必去外面寻这种？你身上这身料子是仿的香云纱吧？虽说花人像，可这光泽到底是一股子穷酸味。到底是树出的，眼光也就这样了。阿姐，还好今日只是达官贵人私下小聚，若是被外面的沈解元的夫人，就喜欢这些自降身份的山寨货呢。哎呦，许二小姐说的是，毕竟你家阿姐是庶女出身，没见过什么世面。谁说不是呢？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也就配这些廉价料子了。沈解元那样的人才，真是白瞎了。沈林如今正值升迁关键，我不宜在这等场合与他们斗嘴，损了他的名声。
丞相夫人，您怎么来了？姐妹们约我品茗，我本因府中琐事推拒了，可方才听说阿征在这儿，我便顺路过来看看。毕竟阿征可是我的好姐妹。方才我在门口隐约听到你们在议论什么山寨货，不知诸位夫人是在指点哪位妹妹，也说出来让本夫人开开眼。夫人莫要动怒，不过是我妹妹年纪小，没见过什么世面。她瞧着我这裙子色泽低调，便以为我穿的是外面商间劣质的山寨货，这才好心提醒了我几句。这可是今年皇上亲赐给相府的西域料子，名为玉龙纱。这料子珍贵非常，全国也不过寥寥数匹。怎么，诸位夫人觉得皇上御赐的东西是山寨货？哎呀，是妾身们眼拙，沈夫人这料子当真是低调奢华。对对对，衬得沈夫人和丞相夫人如并带莲一般贵气逼人，真是不是出的好东西啊！雪儿小姐，听说你如今嫁进了大名鼎鼎的皇商萧家，这萧家既然是做进贡生意的，见过的宝贝自然不少。可你这眼力，往后你也该跟着你家阿姐多学学，惹了贵人笑话是小，若是丢了萧家和许家的脸面，那才是大罪过。是树妖眼拙，树妖该死！这料子当真是世间罕见的绝品，衬得阿姐和夫人光彩照人，是树妖冒昧了，还望夫人恕罪。沈夫人，这是我家老爷从老家带回来的母树红袍，您可千万别嫌弃。沈夫人，往后可要常出来走动，咱们姐妹几个一见如故，下次定要约去我府上小坐。许峥，你别以为攀上了丞相夫人就能平步青云，那些夫人不过是看在丞相府的面子上才给你几分好脸，说到底，你还是那个卑微的庶女。走着瞧。哦，妹妹有这功夫针对我，不如先回头看看，解决一下你眼下的事情。什么？许成，你少在这装神弄鬼！你以为我……阿瑶，我总算等到你了。阿瑶，曾经我们也是真心相爱，花前月下山盟海誓。如今我家道中落，连口热饭都吃不上了。你如今嫁入萧家，成了皇上娘子，富贵通天，你不能眼睁睁着我不管啊！你疯了！哪里来的疯乞丐？放开！放开！闭嘴！我根本不认识你！大家快把他拉开！这个疯子在羞辱我的名节！你不认我？你给我的那些信息，我到现在都贴身留着。当初你分明说过这辈子非我不嫁，连着身边的下人都说我是未来的姑爷。可就因为我那次没考上进士，你就嫌我穷，嫌我没出息，转头就把我踹了全高枝。许书瑶，你怎能这般无情无义？陈生，你到底想干什么？上次在后巷，我不是已经答应给你500两银子，让你滚出京城了吗？你为何非要现在跳出来捣乱？你疯了吗？500两。那是以前的价格，500两。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如今嫁的是京城最有钱的皇商萧家，一出手就是20车聘礼的主，会在乎那点碎银子？你什么意思？现在500对我来说远远不够了。阿瑶，你若是现在给我1000两，我立刻就放过你，告诉大家我是个认错人的疯子。否则，我就在这儿把书信一张张念给这些贵夫人听。阿成，那男子究竟是谁？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拉扯，瞧着似乎和你这位妹妹有着不一般的旧情。我也不太清楚。我这个妹妹向来有些乖张，她房里的事情也从不许我这个做姐姐的插手。我实是不知她在外面还识得这种人。行，1000两就1000两，但这笔巨款我得需要时间去筹措。你现在立刻给我站直了，告诉所有人你是我的远房亲戚，方才是一时激动认错了身份。你若不按我说的做，我保证你一个铜板都别想拿到。
夫人，这是怎么了？在大街上闹成这副模样，成何体统？萧哥哥，你听我说，这人是家里一个多年不走动的远房表哥，是个不学无术的破落户，跑来找我要钱，我不给，他便狗急跳墙，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的名节，以此勒索。哦，表哥。既然是远房亲戚，确实该去萧府叙叙旧。带走。远房表哥，那这些书信里的默默言辞，也是你这位亲戚该写下的吗？这是你最后一次坦白的机会，如实交代，我会酌情从轻处置。慌乱无用，信件我已经全部销毁，你只需坚持对方是远房投奔的落魄亲戚，没有实证便无法定你的过错，不必惶恐。萧许两家商贸往来紧密，对方不会轻易撕破婚约，你务必稳住心神。眼下风波尚且不足定局，对方缺少实证，只会持续核查追问，暂时不会轻易下定论。身为长姐，一直未曾备下新婚贺礼，你悄悄将这封信转交萧公子身边时从即可。玉龙沙相关配饰原料、调理类秘方药材，许书瑶曾经在你这里采购过哪些？据实交代所有交易记录。你仔细查看这份按有手印的交易凭证，当年许二小姐在我这里购置了3副秘制调理药材，这份亲笔手印绝不会作假。我倾注丰厚聘礼，诚心相待，没想到一直被刻意隐瞒欺骗，今日一定要回去求证所有真相。最近萧府闹出不小的风波，萧公子查到了当初西域药铺的全部交易凭证，整件隐瞒的事情都被公之于众了。没想到许二小姐竟然隐瞒了过往经历，难怪萧公子会如此失望动怒。我如今怀有萧家子嗣，还望你念在腹中孩子的份上，宽恕我曾经隐瞒的过错。过往刻意隐瞒难以原谅，我们之间的婚约就此作罢。市井间的流言蜚语不必放在心上，不必为旁人的纷争扰乱自己的心境。阿正，萧家闹出这般大的动静，许家那边如今日子怕也绝不好过。你若是想回府看看，我陪你回去一趟。不必，我那爹爹和大娘子前几日疯了似的送信打感情牌，盼着我去萧府替许书瑶求情，他们未免打错了算盘。爹爹，真儿好饿，真儿错了。许府里从来没有我真正的亲人，当年他们把我丢在柴房不闻不问时，可曾想过有求我的这一天？如今他们被全城指点，被萧家轻待，不过是当初宠溺许书瑶，纵容他行事应得的报应。我等了这一天太久了，看他们像丧家之犬一样垂死挣扎，我鼓掌庆贺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去帮他们？夫人，徐府那边又派人来递帖子了，说是大娘子想亲自过来看看您。您看这帖子，不见。往后徐府的人再来，就说我身子不适，需要静养，一概打发了。是夫人。你个没良心的，走惯了就想断了生父的命啊！你给我出来！夫人，不好了，大娘子她硬闯进来了，现在就在二门处坐着撒泼呢，拦都拦不住。许章，你这个没良心的白娘子，真就是死总算敢出来了。瞧着挺端庄。你妹妹舒瑶被萧家休了，还受了家法，这辈子都毁了。你身为长姐，闭门谢客，见死不救，你的心到底是不是肉长？大娘子这是做什么？青天白日不顾许家颜面，跑到我沈府门口撒泼打滚，是想让全京城都来看许家的笑话吗？我不管，你今日必须跟我去萧府求情，你若不肯，我就在这儿哭3天3夜，让全京城都知道你忘恩负义。求情？许书瑶未婚失德，设计骗婚，落得这般下场，全是咎由自取。我沈府名声清白，凭什么为她出面？闭嘴！她是你妹妹，你们身上流着一样的血。妹妹，当年我在萧府受搓磨，卧病在床，无人照料时，她这个妹妹在哪里？你这个嫡母又在哪里？你们何曾念过半分血脉亲情？大娘子可还记得，
我5岁那年被你们丢在阴冷柴房，整整1天1夜滴水未进。那时候没人管我的死活，怎么不想着我是许家的女儿？如今许书瑶落了难，你倒想起我这个长姐了？晚了。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孽障！我当初就该狠下心，早早发落了你，省得你如今这般作践我，作践许家。发落我？大娘子若真有那帮铁石心肠和本事，当初也不会容我安安稳稳长到今日。我劝大娘子还是赶紧回府，好好看着你那个被休回家的女儿，别再让她出来丢人现眼。不然，我不介意把她私通外人的书信、购置密钥、伪造清白的凭据，抄录数百份，张贴京城。你敢！你看我敢不敢？你大可以再来沈府闹一次试试。只要你敢再迈进这大门半步，我便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许家那些见不得光的丑事。到时候，许家的布料生意别想在京城做了，爹爹那张老脸也别想要了，整个许家都得跟着许书瑶付出代价。这就是你想要的，大娘子，你自己选吧。还嫌不够丢人吗？走，赶紧走！这当妈的真是绝了，自家女儿不检点，还跑来闹出嫁的女儿，真是活该。夫人，您刚才真是太厉害了，几句话就把大娘子吓跑了，真是大快人心。春桃，你记住了，对付像他们这种没皮没脸的人，你必须比他更狠更绝。你若软弱1寸，他便会得寸进尺，欺你1尺。唯有掐住他们的命门，他们才会知道什么是怕。我刚才隐约听到大门口有吵闹声，似乎是大娘子的声音，出什么事了？没什么，大娘子刚才过来闹了一场，被我几句话堵回去，赶走了。没吓到你吧？大娘子市井做派最是磨人，以后她若是再敢来纠缠，你千万别亲自出面，直接让下人把她赶走就是了，没得为了这种人平白脏了娘子的手。我没事，沈离，前世什么样的苦没吃过，这点小事还吓不到我。以前是你受了委屈，往后这沈府便是你的依仗，有我在，绝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半分。上一世我孤立无援，死在漫天飞雪中，真好，这辈子总算有个人能这样不管不顾地护着我了。许老爷快开门，欠的货款拖了这么久，今天必须给个说法。这就是当初风光的许家布庄，交出那样，生意垮了也是活该。烧了吧。许家如何，与我何干？那些见死不救的旧债，我可一笔都没忘。沈大人，李大人客气。怎么了？可是丞相交代的事情不好办。倒不是丞相交代的事情不好办，而是最近朝中风向变了，极其不太平。朝堂之争，丞相与御史大夫积怨已深，最近他那派系一直在私邀丞相短处。近日御史大夫私下寻了我，想拉拢我倒戈。那你是如何答复的？我当然是严词拒绝了。丞相对我有知遇之恩，背信弃义之事，我沈林不屑为之。只是那御史大夫心胸狭隘，此番被拒，定不会善罢甘休。我担心他日后会在政务上给我使绊子，甚至针对沈家。没关系，沈林，我们行得正坐得端，只要问心无愧，就不怕他使什么阴招。再说了，丞相是明眼人，绝不会眼睁睁看着你被小人欺负的。道理我都知道，我只是怕连累了你。傻瓜，既然拜了天地成了夫妻，你我本就该同甘共苦。在这京城的惊涛骇浪里，你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能娶到你，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夫人，丞相夫人派人送了帖子过来，说明儿个请您去府上赏花叙旧。正好，我明日便去相府探探风口。宋姐姐与我投缘，或许能从她那儿打探到些有用的消息。也好，多走动对沈家有益，只是路上万万小心。阿征来了，快过来坐。你瞧瞧这满园的牡丹，今年开的最是富贵夺目。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请你来共赏。夫人好福气，这牡丹确实是京城一绝。这2日我在府里听闻了些碎语，听说最近朝中似乎起了些暗涌，那御史大夫总是跟丞相对着干，连带着我们家沈郎也跟着忧心忡忡。姐姐常在丞相身边，可知这些传闻可是当真的？可不是吗？那御史大夫向来心胸狭隘，与我家大人在朝中斗了好几年了。最近他更是变本加厉，四处拉拢羽翼。哼，他竟然还动了心思，想拉拢沈凌倒科。不过阿征，你大可放心，我家大人心里有数，断不会让沈凌这样的能臣受了小人的委屈。听宋姐姐这么说，阿征这心才算落了地。我就是怕沈凌刚入官场，一门心思只扑在公事上，不懂那些弯弯绕绕，平白被人算计了去。沈凌是个聪明人，办事又极稳重，我家大人看人的眼光毒辣，极看好他。沈凌往后的前途定是不可限量。对了，过几天便是太后的寿辰，宫里要大办宫宴，你届时与沈凌一同赴宴。到时候我亲自带你多去见识见识京中其他的官家夫人，为你以后在官场后宅行走铺铺路。多谢夫人提醒，阿征定不负夫人厚爱，跟我客气什么？我是真心喜欢阿征你的性子，觉得投缘，日后多来府里陪我说话便是。我今日去丞相府，宋夫人亲口说太后寿辰的宫宴特邀你我2人参加。太好了，能参加太后寿辰的宫宴，不仅仅是宋夫人的厚爱，对我在这京城官途稳固更是大有裨益。一切都妥当。一切都妥当。瞧瞧咱们少爷，为了那个失德的许书瑶，竟然行事狠绝，苛待发妻，这名声算是彻底臭了大街了。可不是嘛，原本皇上的名头多响亮，现在那些商妇听说是萧家，跑得比兔子还快。逆子！为了保住你这个皇商的空架子，老夫几乎掏空了半个萧家。如今萧家被人避如蛇蝎，你满意了？上一世是我亲手杀了你和孩子，这一世我竟然为了个山寨货把你推开。爷，打听清楚了，沈府如今门庭若市，那沈凌深得丞相器重，不仅病好了，官位更是连升。沈夫人与丞相夫人更是情同姐妹。沈凌，又是沈凌！凭什么？我萧慈身败名裂，你沈凌一个快死的病梁子，凭什么能坐拥高位，还要占有我的女人？我不甘心，我得不到的东西，哪怕毁了，也绝不便宜那个穷酸书生。沈凌，你想在宫宴上飞黄腾达，我便让你在那儿跌进万劫不复的地狱。沈夫人这身段气质，真是出挑，难怪沈大人视若珍宝。夫人谬赞了。
阿正，放手！阿正，你看看我，你当真能做到如此心狠？萧慈，你想干什么？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这里是皇宫，太后寿辰，你若是想闹事，大可以试试，看着萧家最后一点基业够不够你在这里撒野。阿正，我没想闹事，我真的没想毁了你，我只是放不下你。你听我说，沈凌不会有好结果的。御史大夫的那派人马早就盯死他了，证据、圈套他们都备好了，沈凌很快就会倒霉，会万劫不复。你跟我回去好不好？只要你肯回来，那些流言蜚语我都替你压下去。我发誓，这辈子我再也不会怀疑你半句。咱们重新开始，好不好？萧慈，你是不是在这深宅大宴里呆疯了？沈凌会不会倒霉，那是朝堂风云，就不劳你一个落魄闲人费心了。至于回去，我与你早就死在那个冬日了。看清楚了，我现在是沈凌明媒正娶的妻子，这辈子下辈子都是。你若是还有半分廉耻，就该彻底死了这条心。我不信，你以前明明是爱我的，你为了嫁给我，甚至不惜跟许家决裂。许峥，你现在做的这一切，只是在气我，对不对？你只是想报复我当初娶了许舒扬。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阿正，你原谅我，别再演戏了，好不好？萧慈，你自始至终都在自我感动。听好了，我许峥从来就没有爱过你。以前我护着你，跟着你，不过是念在两家世交，把你当个相熟的哥哥罢了。萧，醒醒吧！无论前世还是今生，我们之间早就绝无可能了。从未爱过，好一个从未爱过！阿丑，怎么去了这么久？可是遇到什么事了？没事，就是路上遇到了个熟人，叙旧多说了几句话，让你担心了。前面可是翰林院修撰沈凌，正是沈某。不知深夜封门，所谓何事？御史台接实名举报，沈大人涉嫌贪赃枉法，私下收受巨额贿赂，甚至与敌国有书信往来。沈大人，请跟我们走一趟吧。来了，萧慈在廊下说的那场噩梦，真的来了。举报沈某贪赃枉法，沈某自问两袖清功。不知举报之人是谁，所谓的证据又在何处？证据自然在御史台候着沈大人，带走。阿正，别担心，这是有人在针对丞相，我是清白的，他们留不住。你在家等我，万不可自乱阵脚，立刻带上我的印玺去见丞相大人，他定会保我。来人，快备马，去丞相府报信。沈夫人，这么晚了，还要往哪儿去？萧慈，是你做的，是你举报了沈凌。是我，沈夫人，这出戏如何？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沈凌现在就在御史台死楼里。许峥，只要你点个头，答应跟我回萧府，我立刻去撤掉举报。若不然，沈凌这辈子都别想从那暗无天日的地方走出来。沈夫人，别担心，本相方才已亲自去御史台走了一趟，御史大夫那老狐狸已经松口了。萧慈，你卑鄙！你竟敢公然诬陷朝廷命官！
我就是卑鄙又怎么样？为了得到你，我什么都做得出来。徐峥，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是乖乖跟我走，还是守在这儿等着看沈林的尸首？你自己选。怎么办？沈林不能出事，可若是答应这个疯子，这件事纯属诬告，所有的所谓证据经查证全系伪造。沈郎清正廉明，沈夫人放心，他很快就会被送回来了。沈林，没事了。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丞相，你在骗我！那些书信、那些账本，明明都是真的。真的。你以为买通几个落魄文人，伪造几封书信就能瞒天过海？御史大夫虽然老奸会滑，但也不敢拿这等漏洞百出的假证去赌乌纱帽。萧公子，你公然伪造证据，恶毒诬告朝廷命官，你当大齐律法是摆设吗？来人，把他给我拿下！是。放开我！我是萧家的少爷，是御赐皇上的继承人，你们凭什么抓我？老实点！萧家的少爷又如何？便是王子犯法，也与庶民同罪。更何况你一个连功名都保不住的商贾之子，带走，打入天牢。是。萧慈，两世为人，你终究是把自己送进了地狱。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再也回不来了。傻瓜，我这不是平安回来了吗？御史大夫已经亲自向沈某道歉，说此番皆是受了小人蒙蔽的误会。沈某说过，我既是清白的，他们便留不住我。阿哲，别担心。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萧家褫夺皇商身份，萧慈诬告朝臣，革去秀才功名，押后审问。家破人亡，一无所有，这便是我的报应吗？翰林院修造沈林，才学卓越，刚正不阿，深得朕心，特升为翰林院侍读，常备御前。恭喜夫人，贺喜夫人，您这是喜脉，且脉象圆滑如珠，重叠有致，乃是极其罕见的双胎之兆啊！双胞胎，我怀孕了。上一世，孩子被萧慈亲手扼杀在腹中。这一世，上苍……沈郎，大夫刚走，你要当爹了，且是2个孩子的爹。阿正，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要当爹了。还是2个，是真的，沈林。太好了，阿正，谢谢你，谢谢你肯为我受这份苦。
娘子坐着别动，想要什么只管还我便是。状元公使不得，产房血气重，您万万不能进去。我不管这些，我要进去陪他。恭喜状元公，夫人生了龙凤胎，母子3人平安。阿七怎么样？他还好吗？阿正，辛苦你了。傻瓜，不辛苦。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是龙凤胎，眉眼都长得像你，好看极了。那是他自己选的路，是他两世为人应得的下场。沈郎，雨季早就结束了，如今春日正好，我们这就够了。阿正，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直到白发苍苍，直到地老天荒。